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书名锦鲤，我是余弟，韩国瑜的瑜，兄弟姐妹的弟，很高兴大家今天能来看我们的视频。昨天我们本来是要去做一个福岛，这个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一个直播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的设备出了点问题。还是不能顺利进行直播，所以说今天呢就把这个内容我们录一个视频来说一下这个事啊。这个话题其实没什么好争议的，大家看各个官媒上的新闻，其实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是吧？第一，日本311海啸之后，这个福岛的这个核电站泄漏，然后呢，这个用水去冷却这个泄漏的核电站，这些都是事实。昨天呢，日本政府宣布2年以后要把这个为了冷却这个核反应堆这个核废水，把它排入太平洋。再接下来就是中国政府反对，是吧？然后呢是韩国政府也反对啊。但是呢，有趣的就是说是美国政府居然说知道了啊，布林肯也好，美国国务院也好，说表示欢迎还有感谢什么的。到这里呢也还算正常，说实话啊。余地我其实呢也就看看热闹就行了，是吧？但是到后面看看大陆的各个微信群上，有很多人在带风向的那种东西，让余地我就看着很怪了，忍不住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再详细的说一下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事实部分，我们前面都已经说的够明白了，对吧？事实之上建立起来的一些结论会非常有趣，你知道吧？重点就是在于这个核废水到底有害没害，是否达标啊？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。首先说一下，日本2年以后排放出来这个核废水是否达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一个标准？一定在这里就可以说它是达标的。OK，然后达标的话，东西难道就一定是安全的吗？我们先说一下日本它处理这个核废水，它有几种方式。当然说专业的有很多种方式了啊，无非就几种吧。一个到天上去，一个也就是说让这个核废水它蒸发到空气里去。第二种是埋到地底下去，就海陆空嘛，3条路嘛，是吧？第三种就是排到海里去。现在我们就是说，日本选择的是第三种，到海里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到空气里去，到天上去，影响的是空气，这个是哪里的空气？是日本的空气。埋到地底下去，埋到是谁的地底下？是日本的地底下。然后排入太平洋，影响的是谁？影响的是太平洋周边所有国家所有人的一个健康。但是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对健康有害没害啊。当然说它是经过太平洋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海水的去一个稀释，然后它就可以排放了。所以说他选择排入大海，也就是认为这个核放射性的东西，它要全环太平洋所有国家的人民来共享它的核废料。如果这个废水是真的是对人体无害的话，那你日本为什么不排放到你日本的空气里去？为什么不埋到日本的地底下去？告诉我啊！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核能
之所以称之为核能，也就是说它体积非常小，但是它的能量非常巨大。也就是说，你再怎么稀释它这个核这个原子也好，或者怎么样也好，说实话，余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它还是在发生这个辐射，只是它这个辐射的量比起这么一大块的话，肯定量要小很多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它绝对不是盐，也不是白糖，稀释到大海里就完全消失了啊。它是核，也就是说，它再小的颗粒也会产生一些作用。我们再来，日本政府已经宣布，对于日本的渔民会给予补偿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核废水无毒无害，不会对人体啊怎么样，海洋产生污染怎么样？那请问你为什么要给你的渔民补偿？你排放出去的核废水不仅仅是影响到你日本的周边的海域，也影响到韩国海域，也影响到我们中国的海域。当然说也有各种洋流的说法，说影响到美国怎么样，我们先不管它了啊。那按照同样的原则，你认为对日本的渔民会有影响、会有伤害的情况下，所以才给出补偿吗？那你认为对于中国的渔民、对于韩国的渔民，你是否认为会造成伤害？如果没有，那你麻烦你在日本的什么经济作业区也好，或者领海，麻烦你砌堵墙，不要让你的海水流过来。很简单的嘛，你认为对海洋有害，对渔业生产有害，不，那肯定你日本的渔民会受伤，那我们中国的渔民，我们韩国的渔民也会受伤啊，一个道理的啊，给补偿啊，这个逻辑说得通吧？所以余弟我不是核能专家，我也懒得跟你们讲各种很专业的术语或者叫理论，我就通过这两方面，我就认为日本排出去的这个核废水对人体是有害的，对渔业是有害的，对海洋是有害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跟我谈各种理论太复杂，听不懂，我就说这么几点就 OK 了。第一，你干嘛不排入自己的空气中，不排入自己的底下，一定要共享环太平洋去。第二，你为什么给日本的渔民补偿？你既然给日本的渔民补偿，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渔民和韩国的渔民补偿？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再来说一个科学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。你国际原子能机构，你说你的标准 OK， 日本的达标了，请问在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全球科学界或者说环境空气监测专业领域还没有 PM2.5 这个概念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各种符合标准的空气，在现在用 PM2.5 去测的话，是否会达标？如果说因为 PM2.5 去这个指标它没有达标，那是不是代表对人体有伤害？在上个世纪的时候，还没有 PM2.5 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它是否达标？达标，就这么简单啊。科学我们当然是尊重，但是人类你必须要清楚，人类的了解、人类的知识是永远是动态的，是在不断的发展的。你不要太早说，我制定这个规则、这个标准达标，它就是对人体无害，好吧？我们再来打个更极端的一个比喻，地沟油，无论是中国大陆的人还是台湾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啊。
现在的科学处理技术，或者叫化工的处理技术吧，早就可以把地沟油处理的达到食用油的标准，也就是可以吃、可以食用的标准。那请问你吃不吃？再然后，像前几天屏东的那个养猪的那条什么溪的水，是吧？给高雄人做自来水的供应。请问高雄人，你们喝下这个水作何感想？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要去说的是，很多的美分党也好，或者叫恨国党也好，或者叫民主派也好，不停的在各个微信群里去散播一个概念日本排核废水，中国的核电站不排核废水嘛？我说你们脑子是不是有病的？中国的核电站或者世界上其他的安全的核电站，他们排出去的这个水叫做冷却水，也就是没有跟核物质做接触的、做动力生产用的这个水，它这个排出去。然后福岛排出去的是，因为当时已经核泄漏了，也就是这个核物质的里面，它必须要把它冷却下来，必须浇水进去，直接是浇到这个核物质上面了。现在日本排出去的是这个水，跟中国也好，世界上其他的核电站排出来的这个废水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，好不好？就像你家烧的，比如说我们用木炭烧一壶开水，你这个水肯定是盛在这个锅里或者壶里面去，放在木炭上面烧，这样的开水烧出来能不能喝？肯定能喝啊，对吧？但是你说你把这个木炭烧得很旺的时候，这个水直接浇到木炭上，然后这个水流出来，这个水能不能喝？请问傻瓜才会去喝这个水，这就是区别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恨国党们他们带风向到底要带什么？真的以为全中国的人都是傻逼吗？这么去乱说话，完全是没道理的。然后还装作一副自己很专业的样子，自己是很尊重科学的样子，放点脑子进去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今天就聊这么多其他专业的什么知识科普，你们自己去网上搜各种文章吧，好吧，拜拜。